让开！都他娘的让开！这是镇罗斯巡查使，他拎出来一个，都是能平定一方妖乱的大能，如今怎会齐聚京城？莫不是有大妖出世？不错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不论品阶，竟将京城附近所有巡查使召回。今日召你们回来，确有大事发生。另外，老夫还准备提拔一位银袍巡查。敢问副指挥使是哪位白袍同僚熬出头了？不是白袍，难不成是哪位黑袍立了泼天大功，要连垮2级？传江月初入内。江姑娘，银袍巡查。卑职江月初见过副总指挥使。免礼。即日起，擢升弄有都司郎将江月初为总司银袍巡查使，赐银袍，配金令，位统4品，监察天下。4品大员，这丫头才17、18岁吧？疯了，这简直是胡闹！副总指挥使，卑职斗胆，敢问这位江大人究竟有什么本事，能越过我等数十位白袍同僚，直升银袍之位？17岁，点墨镜，够吗？卑职无话可说。17岁，点墨，老子17岁的时候还在玩泥巴呀！这到底是个什么妖孽？银袍巡查使，我不是陇岳都司的代指挥使吗？等我到了种连境，就是陇岳1把手了。这怎么一转眼被调到总司打工了？既无异议，待江巡查去更衣。卑职江月初，谢副总指示提拔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这身皮穿在你身上，倒是比那几个5大3粗的汉子顺眼得多。既然都就位了，说正事，江南东道出事了。江东都司发来求援，总司将抽调半数人马，即刻南下驰援。江月初，你既领了银袍，这把刀既然铸好了，总得见见血。此次南下，你也去。宝刀出鞘，必现银血，就看这丫头能不能镇得住场子了。江南妖多吗？应该很多吧。我脑子里那4头吞金兽，虎妖练刀，狼妖练身法，雄军横练，看着热火朝天。可1个时辰就要烧我40年道行啊！卑职领命。好，要的就是这股锐气，即刻出发。吁！方圆百里有妖气就震，却指不出个方向，跟个大号狱警铃铛有什么区别？这一路净遇到些几10年道行的小卡拉咪，
连塞牙缝都不够。当前道行120年，只剩120年了。这就好比上了牌桌，马上要开豹子，结果没筹码了。前面就是润州，江南富庶，这边的妖魔总该肥一些吧？一定要肥一些啊！大祸，绝对是大祸，总算让我碰上了。没吃饱，如何肯走？3日前，2头点墨大妖联手设伏，丹阳大将重伤濒死。如今又来一头，怎么打？江南19郡如今处处烽烟，哪里还能有援军？都不说话，还以为本君会忌惮你们丹阳大将。哎，那厮中了黑白2军的蛇毒，过不了多久，怕是连那身皮都保不住了。本座今日心情好，尔等跪下，冲着本座磕几个响头。谁磕得最响，本座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。的威势，丹阳郡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？如此歹毒的人族，请不将武德搞偷袭！击杀点墨镜生日，获得其道行1850年。1850年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江南果然是风水宝地，这波血赚。巨熊、猛虎还能控水，这他娘的是人吗？这手段比妖魔还妖魔啊！不会是哪头大妖化形来抢地盘的吧？在下镇魔总司银袍巡查使江月初，点墨镜。反正我现在是点墨镜了，万般神通皆源自灵印。我运气好，向天地求了个既能扛又能打，还能控水的全能灵命，有什么稀奇？合情合理。丹阳守备，叩见巡查使大人。大人，丹阳大将危在旦夕，城中还有数万百姓，求大人救救丹阳。卑职江东都司郎将王水乡，参见江大人。参见大人。免礼。这么大一坨肉，这得是多少修为啊！不行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当众吸干他太惊世骇俗了，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加餐。既无事，那我便先走了。大人且慢，求大人救我丹阳百姓！如今丹阳大将身中剧毒，生死不知，城中群龙无首。若是那头点墨镜出生再来，这数十万百姓怕是要沦为血食。这丹阳城守不住了。求大人救救丹阳！点墨镜大妖，我操！
这不是想睡觉就来枕头吗？都起来吧，你们带着百姓先回城安顿，我处理一下这畜生的尸首，随后便到。届时你再细细与我说说城中局势。是，卑职在城门口恭候大人大驾。血石功发动。相较以前，铜镜的妖魔血肉对修行的提升变小。点墨镜每3文算1镜，10文才圆满，这得吸多少妖魔才够啊？也不知道脑子里那头猪妖能不能推演出什么提高吸收效率的功法。走，去吃大货。方才听见城外好大一声响动，也不知又是哪路妖魔在作祟。管他作甚！昨儿个我听家里老祖说了，若是那些畜生真敢破城，咱们便举家迁往苏州府。正是正是，听说苏州的姑娘更是一绝，到时定要一同去看看。头儿，这群畜生，走吧，这就是如今的世道。我们拼了命去守，护住的却是这么一群东西。可那又能如何？身后还有几十万手无寸铁的百姓。来了！大人，走吧，先去你们大将那儿看看。这丹阳的局我接了。乖乖，这是哪儿来的仙子啊？嘘，看那行头，这摩斯的银袍巡查，想死别带上哥几个。这便是丹阳分衙，修得比凉州总衙还阔齿。江南的油尾果然够厚啊！是黑白二军，黑蛇阴寒，白熔脓火烈，双毒合一，便是众连境之下的死局。咱们将军拼死斩了那头黑蛇，却也被那熔脓偷袭咬中了一口。除了苏州总指挥使，没人救得了他。可现在，江东119郡群妖四起，仅凭咱们这点实力，如何能送将军过去？连一郡大将都落得如此下场，江东的局势比我想象的还要烂。总司只派了巡查使过来，大部队却不见踪影。大人，您带了援军吗？巡查使大队随后便到。至于现在，那头畜是在哪儿？城西30里，白鹿江。守好城，我去就回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点墨出境，道行1970年。前方妖气冲天，那白蓉师既然能重伤大将，绝非善类。指望天妖演武慢慢磨，等他推演完，我早凉了。梭哈，把道行全部变现。消耗道行1470年。阴阳纵横手无上，与会元一气功无上，弹腿缩地无上。够了，这一波强化，我看那条长虫怎么接。
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黑君，这肉就是劲道。若是你不死，本君又哪来的这般口福？除了黑君的尸首，还有丹阳6县数百万细皮嫩肉的两脚羊，足够本君大吃特吃100年。若是运气好些，说不得便能借着这泼天的血石，一举打破桎梏，踏入种莲境。种莲境啊，那是何等逍遥的大自在！找死！什么玩意儿？不是真气推动水流，这是白蛟一族的控水神通。前辈，不对，这疯婆娘分明是要杀妖！逃，去岸上！到了岸上，没了这控水之力，凭借本君这身皮糙肉厚，未必不能搏出一线生机。往日施展神通，需耗费神魂中打细算，而今体内真气浩瀚，莫闻金丹一转，足以代替神魂催动。开！进了，进了！只要出了水面，离了这该死的江底，定能逃出生。水呢？好啊，怎么不跑了？饶命！小妖修行不易，求大人高抬贵手，把这神通收了去。这疯婆娘根本没打算留活口，既不给活路，那便同归于尽，去死！中了！莫说是血肉之躯，便是百炼金刚沾上也要化作脓水，任你神通盖世，没了脑袋还能活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横练功法是这样的，你没修过，你不懂。上路！击杀点墨镜生物，获得其道行2700年。倒是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管他沾了多少口水，只要能变成实力，生死又如何？四文，点墨中境，仅仅一个丹阳，便有3头点墨大妖盘踞，逼着大将垂死，满城百姓如待宰羔羊。而像这样的郡县，江东还有18座，在这般大事面前，个人的勇武，哪怕是点墨境，似乎也显得有些微不足道。想这些做什么？多愁善感除了徒增烦恼，没有任何用处。既然生在这般世道，便只有不断拔刀，不断拔刀。倘若有一天，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这偌大的天下，谁能拉我一把？虎山神日夜推演，幸不辱命。点墨镜武学白虎庚金刀已达入门。消耗道行400年，白虎庚金刀已达精通；消耗道行520年，白虎庚金刀已达小成。
消耗道行680年，白虎庚金刀已达大成；消耗道行870年，白虎庚金刀已达圆满。这便是点墨武学最大的不同吗？真气化钢，离体杀人。圆满境界的白虎铿金刀，配合四文点墨的修为，再加上我这一身乱七八糟的神通，在这江东地界，只要别遇上众连大妖，横着走应该是没问题了。驾！那白军好歹是半头水泽大妖，躲入江底，占尽地利。江大人虽然厉害，可这般贸然下水，大人，这才过去不到半个时辰啊！就算是杀头猪，还得褪毛放血呢，何况是杀点墨大妖？莫非是那畜生太扎手，大人暂避锋芒逃回来了？这雨大路滑，大人可是落下什么东西了？若是缺什么，卑职这就让人去取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？那尸首呢？沉江了。那畜生体型太大，带着麻烦，我嫌腥气，便一脚踹进江底淤泥里去了。嫌腥气，一脚踹进淤泥里，那可是点墨大妖啊！喂，不过想起大人那神魔般的手段，既然大人说死了，那肯定是死得透透的了。大人神威盖世。行了，我这便要启程去苏州府。你们不是要送你们将军去苏州求活路吗？既是顺路，便护送你们一程。大人，此言当真？怎么，不愿走？愿，100个愿！卑职这就去安排，1刻钟内定然整装待发。这一路行来，越靠近苏州，周遭便越是清静。莫说是大妖，连寻常小妖踪迹都绝了。这太平的有些不真实。大人，再往前10里便是苏州府城了。这附近倒是干净。那是自然，这江东119郡哪儿都可以乱，唯独这苏州府乱不得。只因咱们江东都司的总指挥使大人已达众廉境，便坐镇在此。众廉境，遂丹成廉，有这般人物坐镇，难怪妖魔退避。只可惜总指挥使大人被众连妖王牵制，分身乏术，否则江东局势何至于此？王水乡，卑职在。你确定苏州府没乱？这学长是妖魔伏击，全军戒备！确实挺干净的，走吧。刀刚外放，这就是银袍巡查的含金量吗？陆大人，那孽畜虽受了伤，但躲进太湖深处，若是不能将其逼出来，这江东之乱，怕是解不了了。张天师所言，本官何尝不知。可太湖水深千尺，水族妖魔无数，若是贸然入水，便是再来一尊种连境，也无必胜把握。京城来的巡查使先头部队快到了，但远水终究难解近渴。且不说他们良莠不齐，光水战就不同于陆战，除非是专修水行功法，或是身负水泽灵印的异人才有一战之力。可这等人才大唐凤毛麟角，他们来了，又有几人能派上用场？若是再过几日那畜生还不出来，本座便亲率精锐强攻太湖。报！丹阳郡郎将王水乡求见。报！丹阳郡郎将王水乡求见。丹阳大将濒死，只能龟缩防守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莫非丹阳城破了？让他进来。没破，没破。卑职此番是送我家将军来苏州求医的。胡闹！丹阳至苏州100里之遥，沿途妖魔无数，你们若是半道遇伏，岂不是白白送了你家将军的性命？大人息怒，如今丹阳大妖已死，我等是被人一路护送而来。京城来的镇魔总司银袍巡查使江大人。银袍巡查使人在哪儿？快请！这么年轻，17、18岁的年纪，和我儿子差不多大。
江巡查、久仰，本官陆景春未曾远迎，莫怪。总司的银袍我都听过名号，何时出了这么一位年轻的？奉总司之命，南下驰援。江巡查一路辛苦，请上座。银袍巡查，久仰，只是不知江大人的水性如何？这太湖的水可是深得很呢。水性一般，不过我这人杀妖从来不挑地方。贫道龙虎山张道玄，见过江巡查。久仰，贫道27岁赤入点墨圆满，自问这天赋，放眼大唐也算得上是翘楚。可今日见了江巡查，年纪轻轻便是银袍，果真是天外有天。小天师心高气傲，这是要给新来的银袍下马威呀！这股气息不仅仅是点墨，这种恐怖的威压绝非普通灵异。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江巡查好本事，是贫道梦莽了。听王郎讲说，江大人在丹阳斩了2头点墨大妖，顺手宰了。顺手宰了？点墨大妖什么时候成土鸡瓦斗了？难不成这位银袍的含金量比我预想的还要恐怖？江大人既然来了，本官也不藏着掖着。如今江东之患，根源只在太湖，盘踞其中的是一头异种弯龙，修成了种莲境。前些日子，本官与张天师重创了他，可那厮躲进太湖水底，做了缩头乌龟，还驱使江东各郡大妖疯狂作乱，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用满城百姓的命，拖到他伤势痊愈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丹阳大将重伤却无人支援，原来是被这王八蛋给牵制了。太湖水深千尺，我等人族武者入水闭气尚且艰难，更遑愿与水生大妖搏杀。便是张天师，贫道的雷法虽然刚猛，可入了水，容易敌我不分。敢问江巡查，如今修为几何？敢问江巡查，如今修为几何？如果这位银袍是点墨圆满，或许真能强行碰一碰那种连妖王。点墨中境，17岁的点墨中境，未来必是重连甚至燃灯。可对于眼下的江东，不够啊！贸然卷入太湖之战，怕是连自保都难。江巡查天赋异禀，实乃我大唐之幸。既然如此，江东19郡除了少数大城，皆以妖魔肆虐。本官想请江巡查领一支精锐，巡视各郡，清剿那些作乱的点墨大妖。不去打那个大的也好，我虽然手段多，但面对种莲境确实没敌。去清扫各地的点墨大妖，正合我意。这波又能狠狠刷一波道行了。陆大人言重了，分内之事。大人，算了，人家这般年纪前途无量，若是本官硬逼着他去太湖送死，怎么跟总之交代？良心也过不去。可是咱们能等，江东的百姓能等吗？每日都有人死于妖魔口腹，再拖下去，再等等吧。总司抽调了京中半数巡查使，定然还有其他银袍。我22岁承丹圆满，自问也是一方天骄。可他年仅17，便已是点墨中境，这就是京城总司的底蕴吗？江大人，怎么了？前方是何处？回大人，沿官道再行30里，便是余杭郡地界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江东119郡，若论妖幻之列，
除了丹阳，便属着余杭了。哦，余杭乃运河南端起点，天下财帛半数汇聚于此，人气一旺，自然被大妖盯上。传闻，此地盘踞着一头点墨圆满的大妖。点墨圆满，什么路数？不知道。那畜生狡猾至极，从未显露真身。就连余杭的那位大将，也只是隔空与他对了一计，便不见其踪影。藏头露尾，阴险狡诈。听你这么说，余杭怕是比丹阳还要凶险。那为何至今还未破城？因为守在那里的是岳怀远，岳将军。大人久在北方，或许不知，我师尊陆景春踏入重连境前，江东第一猛将的名头，就是岳将军他老人家的。若单论杀伐之术，我比不过岳将军。只要岳将军还活着一口气，余杭的城门便踏不下来。只要岳将军还活着一口气，余杭的城门便踏不下来。连这种猛人都拿不下的点墨圆满大妖，这妖物该有多肥啊！大人，余杭凶险，我们……谢郎将，我先过去，你们自己跟上。江大人，都跟上，快！莫要让江大人落了单。向小妖王复命了，犯不着跟这群不要命的疯狗硬拼。孽畜，胆敢欺我余杭无人！岳黄远，岳黄远，杀了我，小妖王定会找你问责。击杀点墨境妖魔，获得道行1600年。承让。哪里冒出来的小丫头，抢人头抢得这般理直气壮？老子拳头还没递出去，脑袋就让他给削飞了。银袍巡查使为何如此年轻？京城内地界如今都盛产这等妖孽了不成？江大人，您没事吧？见过岳将军。这丫头好得很嘞，刀快得跟鬼一样。将军说笑了，若非将军那一枪惊艳绝伦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其定在江畔，这一战首功当属将军。在下不过是恰逢其会，仗着刀力捡了个现成的便宜罢了。这怎么感觉心中莫名的舒坦？这女娃娃会说话，这女娃娃会说话。嗨，提这些作甚？本将是无所谓的。反正是1600年道行到手了，被人背后说几句，又有何妨？算了，都抢了人家的人头，再惦记失手，
着实有些不要脸皮了。岳将军，江大人一路奔波，咱们是不是先入城再说？对对对，看我这脑子！江大人，谢郎将，走，进城。这余杭虽比不得京城，但几道地道的河鲜还是拿得出手的。来，江大人，尝尝这鱼，这可是正宗的西湖醋鱼，用的便是这楼下江里的草鱼，鲜得很。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疾苦？又腥又酸又甜。怎么样，鲜不鲜？岳将军，方才江畔匆忙，未曾细说。这位是江月初江大人，乃是受总司之命，特意南下驰援我江东都司。江大人年少有为，在丹阳便是一人斩杀了2头点墨大妖，解了丹阳之围。此番前来余杭，便是为了助将军一臂之力，清剿此地妖患。一人斩了2头点墨大妖，难怪敢孤身一人抢老子的人头。原来如此，江大人，既然你是来帮忙的，那老岳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。这一碗，我先干为敬。将军客气。方才来的路上，听谢郎将提起，这余杭地界还有一头点墨圆满的大妖盘踞。以将军的实力，即便杀不了他，也不至于让他在眼皮子底下这般逍遥吧？是啊，岳将军，家师曾言，哪怕是面对当年的种莲大妖，也没见您皱过一下眉头，何至于如此？这个嘛，哎呀，谢郎将、江大人，这其中的弯弯绕绕，实在是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啊！岳将军，如今江巡查代表总司南下，便是来解决问题的。若是连敌人的底细都遮遮掩掩，误了大事，这满城百姓的性命，您担待得起吗？今日江派那头水妖不过初入点墨，却敢堂而皇之的登岸入城，莫非这妖物杀不得？也罢，既然江大人问起，老岳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横竖都是个死，不如说个痛快。若是寻常的点墨圆满，就算是身负神通的异种，老子拼了这条命也能把他那身皮给扒下来。那是为何？江大人慧眼如炬，正如你所言，这妖物是真杀不得。这不是头普通的妖物，是有背景的。他是妖，你是兵，斩妖除魔乃是天职，有何杀不得？银马川。饮马川，这是何地？还是再下来解释吧。所谓饮马川，并非川流，而在东海之际，扶桑之东。对于妖族而言，那里是无上圣地。据说饮马川共有72岛，岛岛皆有大妖坐镇，而统御这72岛的，乃是8位妖圣。妖圣，燃灯镜，大唐立国800载，这般人物估计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那饮马川，竟有8尊。更棘手的是，传闻那8位妖圣，皆是上古异种，根脚深厚。他们背后站着的是传说中早已隐世不出的仙门。仙门，这世上当真有仙？仙门，都是些写在志怪古籍里的老黄历了，几千年都没露过头的玩意儿，谁知道是死是活？所谓的靠山，不过是那群畜生往自个儿脸上贴金罢了。真要是有仙，这世道还能乱成这副狗样子？仙门一事确实是两说，但那8尊妖圣却是实打实的存在。如今大唐国力虽盛，但北有蛮族寇关，西有西域妖庭虎视眈眈。若是真要为了一个余杭，与那饮马川正面开战，少说也要折损30%国力。这还只是保守估计。陆指挥者为了太湖那头孽畜，已经是焦头烂额。我若是再把这事儿报上去，除了让他分心，
没有任何用处。更何况，饮马川大多妖物极少来到大唐内陆，这几百年来，双方虽有摩擦，但也算相然无事。朝廷也是在隐忍蛰伏。或许几百年后，待我大唐再出几位燃灯境的武圣，或是国力再强盛几分，便能腾出手来，将那海外群妖一举荡平。江大人，我知道你年轻气盛，手里有本事，见不得这般窝囊事。当年刚入镇魔司时，老子也跟你一样，觉得这世间没有杀不得的妖。可这世道不是光凭一腔热血就能趟过去的。大唐如今的境地，实在是经不起这般折腾。所以，余杭的百姓何辜？所以，余杭的百姓何辜？要怪，也只能怪余杭运气不好。死一人总比死多人要好，这话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。可是岳将军，在这生死面前，又有谁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的生路？岳将军的苦衷，我听明白了。朝廷有朝廷的考量，将军有将军的难处。那畜生，如今在哪儿？城北30里，钱塘。江大人，你想做什么？江大人，不可冲动。那可是饮马川。我这人书读得少，说什么大局为重，说什么隐忍求全。莫说今时今日的我不将这些放在眼里，就算有朝一日我江月初战死沙场，辗转落地成泥，这些东西也绝不会被我放在眼中。疯了，当真是疯了。你去哪儿？江须茶年纪轻轻已是点墨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，在下就算是死，都要护得江大人周全。岳将军，保重。疯了，一个都疯了！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胆子这么大？是谁给他们的勇气啊？合着就老子一个缩头乌龟？去你妈的大局！等等老子！回小妖王的话是死了，连尸首也被那群黑皮拖了去。死便死了，本王早就说过，虽然那群黑皮忌惮本王的身份，可到底也是镇魔司的人。一群蠢货，仗着本王的威力，闹得如此欢风，真当人族是泥捏的不成？也罢，是我没有管教好你们。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何况是镇魔司的大将？去告诉岳怀远，本王为了两族修好，愿退让一步。从明日起，本王不再纵容手下入城。不能吃人，那咱们跟着你做甚？但这么多张口，总得吃饭。这样吧，让他自己每日40往江里送100头2角羊。另外，凡人血气太弱，总归是不大够用。除去100个凡人，再加5个武夫，若是凑不够数，那就别怪本王亲自上岸去取了。快，再快点儿！该死！岳将军，都给老子滚回去！这趟浑水不是你们能趟的。这老痞子好强横的身法。江大人，跑这么快作甚？放心，那畜生跑不了。就你一人？怎么，嫌老子不够格？谢听劳他们呢。让他们回去了。那头畜生是点墨圆满，若是真的动起手来，除了咱们俩，
剩下的人去了也是送死。再说了，这城里还得有人守着。若是咱们败了，只要余杭城还在，只要镇魔司的大旗没倒，这满城的百姓心里头就还能有个念想。你倒是想得开。想不开能咋办？当兵吃粮，卖命守土，天经地义。倒是你，丫头，你前程远大，何必为了这余杭的一烂摊子事儿把自个儿搭进去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岳将军觉得我算不算好人？肯为了这满城百姓去跟银马窗的妖崽子拼命，若还不算好人，那这世上怕是没好人了。我这双手沾的血未必比那江里的畜生少。以往救人不过顺手罢了，可今日这事不顺手，不仅不顺手，甚至还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去？因为我不爽。我江月初练刀至今，求的便是一个念头通达。若是今日见了这帮事，便要让我把这口腥气给咽下去，那我所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味？不斩此妖，我意难平。便是此处了。那畜生在江底修了一座水府，平日里就缩在里面。这畜生虽然狂妄，却也惜命的紧。深知人族武者不同水性，一旦入了水，一身本事失去七八，还要分心闭气。是以，只要不是为了进食，他断然不会轻易离开老巢半步。不过，岳将军这是做甚？点墨圆满武士的血肉，对那畜生而言可是大补之物。若是平日我在城中，他自然不敢与我动手。可若是我卸了甲，再收敛一身真气，装作力竭受伤的模样下去扑腾两下，我就不信送上门的肥肉他能忍得住不张嘴。只要他敢露头咬我，江大人，你在岸上守着，待他破水那一刻，你便出刀。江大人，何须这般麻烦？麻烦，这也是没法子的法子。除此之外，咱们还能怎么着？难不成拿根鱼竿把他吊上来？你这丫头疯了不成？钱塘江水深流急，对方还是水泽大妖，一声不吭，不管不顾就跳下去了。这哪里是去斩妖，分明是去投江！妈的！果然，你也注意到我了吗？一入江水，便感受到了那股属蛟龙一族的厌恶、排斥，以及想要将对方撕碎的欲望。果然啊，一水难容二蛟。人族？不对，为何在这个人族身上，我嗅到了一股令我极度厌恶，却又隐隐感到忌惮的气息？原来是沾了蛟族血脉的混血儿，既是同族，随手打杀了未免可惜。何方小辈？家里长辈没教过你规矩吗？这钱塘江800里水域，既已插了本王的旗，便是有主之地。速速离去！念你年纪尚轻，又不懂事，本王饶你不死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本王念及同族之情，给你一条生路。你没想到这个混血杂种竟敢主动挑衅！找死！
刀材质非金非玉，内蕴寒煞，竟能硬扛我的白虎古金刀而毫发无损。宝具吗？有点意思。既是宝具，杀了这畜生，这刀便是我的了。血兽魔爪！堂堂饮马川黑蛟一脉，竟被一个人族杂种在力量上面正面压制。叶怀远，你大唐镇魔司竟敢诛杀我！尔等当真要与我饮马川为敌？这丫头双臂覆鳞青筋暴起，背后雄虎双煞缠绕，哪里有半点人族的影子？若非那身银袍，我都要以为是哪头化形的大妖在抢地盘。这般凶烈霸道的手段，到底是什么灵印？杀！真的是点墨镜，不会是众连镜搁这扮猪吃老虎吧？死来！哼！这丫头为何要阻止？这头黑蛟是饮马州的种，杀了他便与那一海之隔的庞然大物彻底撕破脸皮，谁沾上谁倒霉。我不过是个年过半百、困守一员的粗鄙武夫，与其让你背上这口黑锅，毁了大好前程，不如让我这个老骨头来扛。击杀点墨镜生物，获得道行3297年，当前道行5147年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到？有大把机会去赚，收录妖魔的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。收录。成功魔影黑蛟蛟春，获得妖物馈赠，获得神通控水于腹藏。黑蛟一脉天赋异禀，腹中藏有虚拟芥子，可吞江河，可纳万物。好家伙，别人主角不是储物界就是储物袋，怎么到了我这里储物位？这算什么？怪是怪了点儿，但好用啊。死了，真的死了。若是大唐的老一辈能再硬气几分，何至于让一个17岁的女娃娃扛着这般沉重的担子？千万别拿着尸首去领功，最好毁尸灭迹，就当他失踪了。正合我意。
蛟龙就这么没了，这他妈是什么妖法？当真是方便至极。以后若是再遇到暂时无法吸收的妖魔尸首，也不用苦恼了。江巡查，那畜生的尸体呢？一点小手段罢了。我那灵印特殊，自成一方空间，可纳万物。方才将军不是示意我毁尸灭迹吗？万一被银马川的探子寻到残骸，也是个麻烦，索性便收了起来。灵印，原来如此，能打能扛，如今连行囊都省了。这灵印求的当真是实用啊！这般也好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谢听兰是陆指挥使的亲传，其中厉害他自然知晓。只要咱们封锁消息，银马川想要察觉异样，派探子过海而来，怎么着也得是大半年后的光景了。半年，若是给我半年时间，届时那银马川真要来人寻仇，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，还真不好说。走吧。这雨停了，风倒是更冷了。那西湖醋鱼没吃完，可惜了。不过这会儿回去让厨子热一热，再烫2壶黄酒，正好去这一身的寒气。岳将军，咋了？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今日更是刚刚联手斩妖，算得上是生死之交，为何要害我？江大人，岳将军，那畜生呢？跑了。跑了？那可是点墨圆满的大妖，又是水泽妖物，一心想跑，咱们还能拦得住不成？不过那畜生也不好受，挨了江大人一刀，又吃了老子一枪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估计是吓破了胆，钻回东海老家去了。跑了？怕是连渣都不剩了吧？既然妖魔已退，那便是余杭之幸。夜深路重，2位大人激战劳累，还是尽早回城歇息吧。江大人，关义那边人多眼杂，镇魔司那边又太过吵闹，今晚便委屈大人在我这寒舍将就一宿。叨扰了。寒舍，这可是余杭岳家的祖宅。往日里便是京中来了金袍巡查，最多也是安排在城中最好的客栈。如今岳怀远竟是直接把这祖宅大门敞开，足以见这老匹夫对江姑娘的喜爱啊！我倒是也沾了光，能住进这平日里旁人难进的岳府。翠儿，红袖。带江大人去西厢房歇息，顺便去备些热水。江巡查，这2个丫头是我府里最机灵的，有什么缺的短的，大人尽管吩咐便是。大人，这衣裳，奴婢拿去给您缝补一番。不必了，水备好了吗？我要沐浴。没想到，这黑胶的宝具还能随意变换成想要的状态。好霸道的寒气，通体如蓝玉，寒气似冷月。往后别唤你寒月吧。黑蛟尸首身长10丈，若是放出来吃，别说这西厢房，整个院子怕是都得被压塌了。可平白放着尸首不吃，那能否运转血石功，
直接在空间之内吸收。可行。笔挥凌万象，武墨定乾坤。长鲸吸水。7道墨纹，点墨后进。现在的我，若是再遇上那头黑蛟，怕是一套连招就能直接带走。果然，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。这一趟余杭来得值，不仅斩了妖，得了道行，收录了妖物，获得一门储物神通，更是连破3境，还附赠一把宝刀。这哪里是妖魔，亲人也不过如此吧。这就没有利索点了。回大人，这已是府里最肃静的衣裳了。咱家小姐喜静不喜动，是以府中并未备有女子的练功进朝。若是大人不喜欢，奴婢这就让人去城西铺子现买。只是这时辰罢了，就这个吧。好看看是好看，但这裙摆层层叠叠的，真要是配上妖魔，老娘还得先提裙子再拔刀，这不是自缚手脚吗？算了，先凑合穿，一会儿去街上买身利索的行头。大人，当真是神仙般的人物。这袖子宽的能装下2只烧鸡，步子迈大了还怕扯着蛋，不对，扯着裙角。这身皮严重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江大人，昨夜睡得可？看我做甚？好好看。那个岳将军已在厅中备好早膳，特命卑职来请大人。正好我也饿了，希望这余杭的早饭别像那西湖醋鱼一样难吃，不然我真得把桌子掀了。岳将军，既然余杭之患已解，我也该启程了。这么急，不多留2夜？不了，江东119郡各处都是水深火热，我既领了皇命，受了银袍，便不能在此贪图安逸。废话，算算日子，总司那帮抢经验的家伙估计快到了，再不赶紧去刷怪，这江南的妖魔全被队友刷完了，我拿什么攒道好？江大人，其实，江大人这份心意，老岳我佩服。不过你也不必把自个儿逼得太紧。今儿一早，都司传来消息，总司抽调的其他巡查使昨夜已经陆续抵达江东各郡了。不仅如此，连几位常年在外游历的金袍大人，听闻此事也正往这边赶呢。你是说，其他郡都有人去了？正是。丫头，你这一路连轴转，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。这江东的烂摊子不是你一个人能收拾完的，歇歇吧。连轴转？我那是连轴转吗？我那是在抢限时活动的积分啊！金袍也来了，那帮老怪物一出手，还有我什么事儿？我的怪，我的道行，我的破天富贵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去那些还没人去的地方，哪怕是乡野小县，只要有妖，便是我的去处。告辞。若是江巡查真想杀妖，倒不如在我这余杭舒坦待上2日，然后随我去苏州。回苏州，
除了太湖那头重连境大妖，苏州附近哪个妖魔敢露头？江大人有所不知，昨夜家师传了急信，几位在外游历的金袍指挥使已然动身，估摸着5、6日便能抵达苏州。一旦金袍大人到位，集结我江东都司精锐，即可强攻太湖。强攻？决战？昨日咱们联手赶走了那头孽畜，他这一跑，余杭地界的妖物早就连夜跑路了。我已派人送信至都司，等3日后前往苏州集结，驰援太湖一战。太湖种连境妖魔的决战，单打独斗我肯定干不过。唉，但如果是江东精锐群殴，混战啊，抢人头啊，捡漏补刀啊，要是能趁乱吞了那头种连大妖的尸首，既然岳将军盛情相邀，那便去凑个热闹。好，既是定下3日后启程，江大人这几日便安心在府上养精蓄锐，方能大杀四方嘛。婉儿，你整日闷在府里，不如替为父尽个地主之谊，带江大人去城里逛逛。女儿愿意。那便有劳岳小姐了。昨晚借着血石功，把蛟龙精血化作修为，连破3境，直达点墨后境，确实需要几天时间稳固真气。逛逛街，花点钱，也是极好的。哎呦，这是哪家的大小姐？跟仙女下凡似的。江姐姐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可是余杭最有名的张记糖葫芦，平日里要排好久的队呢。尚可。这浓郁的脂粉味，有些熟悉又有些怀念啊。哎呦，大爷上来玩呀！这是江姐姐，这种烟花柳巷之地最是污秽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脏了您的眼睛。世风日下，成何体统？我得好好批判批判。江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余杭是个好地方，包子好吃，曲儿也好听。日后若是有空，我定会再来。真的？我江玉初从不骗人，尤其是骗小姑娘。行了行了，回屋去吧，又不是生离死别。出发！驾！江大人，方才在城里没细说，这回总司那边可是下了血本了。怎么说？这次来的金袍巡查使足有3位，1位重连境，2名关山境。关山，好大的手笔！为了太湖一头种连境的妖王，出动2尊关山境的大佛，这分明是大炮打子，连根腰毛都剩不上，我还捞什么汤喝？我的道行啊！怎么，江巡查似乎有些不高兴？没有，真没有？真没有。我不信。江大人，莫要觉得这仗打得轻松。太湖水域浩渺800里，港大纵横，关山境大能也难照料包全。那孽兽是异种堕龙，察觉关山境气息，并会突围逃窜。所以几位金袍大人的意思是，由他们指导黄龙，而我等江东兵马的任务，便是分守太湖18处水口要隘，在那孽兽被追得走投无路、仓皇逃窜之时，大佬正面强攻，妖王必定落荒而逃。他得择路，万一撞我守的路口，这不是送货上门吗？那咱们分到的是哪处地界？陆指挥长还是照顾咱们的，留了个好位置，西山岛横山渡。
此处水流湍急，易守难攻，想来也是轻松得很。来者何人？江东都司郎将谢听兰，奉命前来协防。约好镇魔大将岳怀远，以及镇魔总司银袍巡查使江月初。江大人，卑职江东都司校尉陈宫，参见诸位大人。那翻江妖王本体乃是一种脱龙，一旦三位金袍大人从湖心发难，他若敌不过，唯一的生路便是这衡山渡，顺流而下，一日便可入长江。一旦蛟龙入海，再想抓他，难如登天。卑职已在水下10丈拉起3道锁龙网，两岸共设16架神技弩，只要他敢露头，16箭齐发。就算他是铜胶铁柱，也得开几个窟窿。太湖18处水口，唯有此处最紧要、最凶险。陆指挥远将此地交给岳将军，足见对将军吴勇的信任。好你个陆景春，老子拿你当兄弟，你拿老子当门栓。来之前还说什么易守难攻，去走个过场，老子信了你的邪。这他娘的是风暴眼啊！你师傅倒是看得起我。这家师也是信任将军。本想带着丫头来捞点功劳，谁成想踩进了鬼门关。凭我们这点人手，挡得住发狂的妖王吗？江巡查，若是见势不妙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咱们守住这儿，那妖王一定会来，十有八九，一定会来。这是什么神仙运气？老娘原本还怕他走别的道，现在好了，只要我在这守株待兔，众连境的妖丹就自己送上门了。陆景春，老娘错怪你了，你就是我江月初的财神爷啊！下官江东都司陆景春，恭迎3位金袍巡查。清一辈第2人，19岁成丹，23岁点墨，25岁重连，如今27岁，竟已是重连圆满。幽将，27岁的重连境圆满，距离传说中的关山境只差半步，这就是镇魔总宗的底蕴吗？下官陆景春，见过3位金袍巡查大人。陆指挥使不必多礼，我与柳婆婆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此番南下不过是撑个场面，排兵布阵还得仰仗陆大人。正是，老婆子我眼神不好，腿脚不利索，陆大人指哪儿，老婆子我就打哪儿。到底是总司出来的关山境大佬，脾气竟如此随和，2位前辈折煞下官了。早就听闻尤大人天赋绝伦，19成丹，23点墨，乃是我大唐年轻一辈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今日一见，大人气机如渊如海，距离那关山之境，怕也是临门一脚了吧？尤大人天纵奇才，实乃我辈楷模。好歹老子也是一方指挥使，堂堂种连境武者，
我都这么低声下气了，你连个都不回，果然是绝世天才，傲骨生风，完全不把老子放在眼里。他在说什么？我该怎么回？师尊说过，在外面少说话，只要板着脸，别人就会觉得我高深莫测。可是他夸了我这么多，我不说话是不是很不礼貌？谁来救救我？好尴尬，只要现在能砍个妖魔来缓解一下气氛就好了。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便说正事吧。是，诸位大人舟车劳顿，请入堂内。下官已命人将布防事宜整理妥当。诸位请看，此处便是太湖水寨翻江妖王的老巢。那孽畜虽已受伤，但依托800里水域做缩头乌龟，寻常手段极难奏效。此战分2步，第1步，惊雷，需劳烦3位大人以雷霆万军式强攻水寨，不论生死，只求将那孽畜逼出老巢。衡山渡，尤大人，此处有何不妥？手剑！我让你手剑！我只是想随便指一下，表示我看了地图，参与一下讨论啊。为什么你们全看过来了？我该怎么变？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啊！尤大人果然慧眼如炬。衡山渡乃是太湖入江的绝对咽喉，确实是重中之重。没想到大人初来乍到，仅凭一眼便看穿了整个战局的关键所在，佩服，下官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不愧是尤大人，一眼定乾坤。我等凡夫俗子，竟完全没看出大人的深意。你们开心就好，毁灭吧，赶紧打完让我回去。这第2步便是罗网。那妖王一旦离巢，必择路而逃。太湖18处水道，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而最致命的杀招，就在尤大人点出的衡山渡。只要他敢去，必叫他有去无回。让一个点墨镜去守种莲镜妖王？哼，陆大人，你是想让他被生吞了，还是想让他死得体一点？衡山渡是咽喉要道，漏了一息，这天罗地网变成了笑话。那翻江妖王再怎么重伤，也是一头实打实的种莲大妖。京城来的银袍了不起啊，敢这么折辱我们江东的将士！我等几位银袍皆是种莲镜，为何不派我们去镇守？哪怕随便去一个，也比那点墨镜的武夫稳妥100倍。不知陆大人安的什么心？赵巡查有所不知，那翻江妖王生性狡诈，对气机感应极度敏锐。若是早早在衡山渡摆上一尊种莲镜，那畜生隔着10里地就能闻到味儿。届时他死都不会走这条路，反而会拼死冲击其他关隘。此乃请君入瓮之计。衡山渡直通长江，是求生捷径。他见守备薄弱，10之8九必闯此地。我已将诸位种莲镜大人隐蔽安插在衡山渡10里之外。只要岳怀远与妖王一交手，诸位瞬间合围，瓮中捉鳖。好毒的计谋，这是拿那岳怀远的命当诱饵啊！修为太高，鱼儿不咬钩；修为太低，一瞬间就被秒杀。点墨圆满，正好是一块卡在喉咙里的硬骨头。原来如此。虽对那老将而言十死无生，但为了大局，陆大人此计甚妙。计已定策，诸位即刻落位。明日正午，围猎太湖。
陆大人，留步。刘大人，还有何吩咐？算是一点私事。听闻前些日子总司派了位银袍南下，是个年纪极轻的丫头，陆大人可见过？柳大人说的，可是江月初、江巡查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自然见过。江巡查手段了得，刚入江东就在丹阳连斩2头点墨大妖，如今在江东已是传为美谈。17岁连斩领头点墨大妖，总算听到个像样点的名字了。不知他的剑快还是我的剑快？哦，不对，我是不是该做个惊讶的表情配合一下？算了，好麻烦，还是继续面瘫吧。是个能干的。那陆大人可知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回柳大人，江巡查行踪不定，下官确实不知确切落脚点。不过前几日余杭来报，他助岳将军斩退了大妖，想必此刻正顺着官道去其他郡县斩妖除魔了吧？去了其他地界吗？也好，若是这丫头真不知天高地厚，一头撞进这太湖战场里，那才叫麻烦。你去忙吧。一个小小的点墨镜，哪怕再妖孽，也没资格掺和这等大局。只要他别瞎跑，别来太湖给我添乱就行。写遗书。江大人说笑了，还没到那个份上，是给家师陆景春的信。岳将军没去苏州打照面，直接把队伍拉到了这衡山渡。家师平日里对我极好，若是几日没个消息，怕是又要在那总衙里骂娘。趁着还没打起来，报个平安，也省得老头子瞎操心。哦，报平安，真好啊，还有人惦记着我呢。上一世是个孤儿，这一世开局剑气，满世界都是想杀我的妖魔和人。要是我明天死在这个破渡口，估计连个给我烧纸的人都没有吧。不对，老娘有系统，只要杀得够多，我就是无敌的。其实我很羡慕江大人。羡慕我？羡慕我随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？羡慕大人这一身本事，更羡慕那份少年义气。17岁，孤身一人，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想杀谁便杀谁，这般快意恩仇，才是我辈武人梦寐以求。我6岁被带回总衙，吃最好的丹药，练最上层的功法，周围全是阿谀奉承。师尊说我是块好玉，不能涉险。可笑我长这么大，连江南东道都没怎么出过，我连这外头的天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。不知我这一生可还有机会去亲眼看看那10万大山，大漠黄沙。傻小子，你向往的快意恩琛，是用无数次濒死体验换来的。这世道，能像个废物一样被人护着，才是最大的福气。别在那儿吹冷风了，快下来！这太湖的鱼就是肥，营里还有半坛子陈醋，老子这就让人收拾了，给你们整一道地道的西湖醋鱼，吃饱了，明日才有力气杀妖。味道如何？尚可。吃饱了，就给老子干活！
提信，人马已至衡山渡。什么？江月初怎么会跟着去了衡山渡？胡闹！衡山渡是妖王突围的死地，怎么能让这丫头跑到那种地方去？那可是17岁的点墨后境，我总司的绝世天骄。柳大人，下官也是刚知道啊，谁知道他跟着月红园的老匹夫跑去了。老王，计划得变，那丫头不能死，老身亲自去把她带出来。晚了，18路已然落位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贻误战机，放跑了妖王，谁来担责？老柳，这其中的轻重还要老夫教你。可那是17岁的点墨，既是天骄，自有天骄的命数。若是连这一劫都渡不过，死在了妖王口中，那便说明他也就止步于此了。小子，待会儿那畜生若是撞向衡山渡，你给我死死咬住他。到了地头，别管妖王，先把那丫头给我护住了。好。为什么要我去救人？万一我救了他，他感激涕零的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该怎么回？万一他非要跟我道谢，我该摆什么表情？好麻烦啊！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妖王，你别去衡山渡行不行？算我求你了。镇魔司疯了！来2个关山镜，会死的！往西，衡山渡直通长江，那里只有点墨镜的蝼蚁，蝼蚁挡路，碾碎便是。来了，他朝这边来了。陈一弩上前，放！锁龙王，起！江许茶，看准了！30丈，这得报多少年道行啊！
是人力能挡的。在老娘面前玩水，你怕是不知道我吞了什么东西的道行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在这个渺小的人族身上，我嗅到了水族上位者的恐怖气息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。那是点墨镜。我当年点墨圆满遇到种莲大妖，想的都是怎么逃命周旋。这疯女人居然敢正面对冲，她不要命了吗？越阶杀敌当看画折呢！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丫头，快退你大爷！老娘要是退了，这头妖王就会被你们这帮关山镜接手。到时候人头算谁的，道行算谁的？想抢老娘的怪，门都没有！当前可用道行1300年。给我全部锁好！消耗道行1300年。消耗道行1300年。1300年，凡人10世轮回的岁月，我只换这一刀。这气息，这威压，什么点墨镜？这分明是另一尊关山大能！人族卑鄙无耻！这特么是人啊！这是点墨镜能斩出来的一刀，老朽就算把雷木灵翼捏碎了，也斩不出这等声势啊！好霸道的刀法！师尊，外面的世界好可怕，我想回家。击杀众连境生物，获得道行8647年。8000多年，发财了！这波彻底发财了！17岁，一点墨镜，一刀劈了众连妖王，这还是人吗？这简直是个怪物啊！陆大人，将巡查有何指教？
我脸上有花儿。若无江巡查、衡山渡惊天一刀，今日太湖之局必生无数波折。江巡查受陆某、受江东百姓一拜。谢江大人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既然穿了这身皮，斩妖除魔便是分内之事，何谈谢字？丫头，且慢。像，当真是像啊！柳大人，像什么？17岁的点墨，逆斩众连妖王。老婆子我在司里待了一辈子，见过的天才不知凡几，可像你这般惊才绝域的，看我干嘛？为什么要看我？不要拿我跟女魔头比啊！我很弱，只是只会练剑的废物呀。柳大人谬赞，柳大人谬赞。晚辈不过是运气好，恰逢妖王重伤力竭罢了。若是全盛时期，晚辈怕是连出刀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侥幸？寻常点墨，在众连的威压下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更旁论出刀。丫头，今日这一刀确实惊艳，但老婆子我必须警告你，日后万不可再像今日这般行事。为何？你是总司如今最看重的天骄，你的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，更是这大唐国运的一部分。只要你活着，大唐的妖魔早晚能杀尽；若是你死了，便是一抔黄土，谁还会记得你今日的风采？大唐国运关我屁事，我只是个为了赚教行活下去的打工人。晚辈受教了。吴江啊，你也别老闷着，年轻人就该多在一块儿相处。没事儿，你们两个多切磋切磋，交流交流心得，总好过你整日抱着把破剑当木头桩子。这老太太是在拉琵琶，跟这个免滩冰山男交流心得，怎么交流当个哑巴吗？丫头，如今太湖妖王已死，剩下的烂摊子自有陆景春去收拾。接下来可是打算回京？不出意外的话，确实该回京了。这江东地界上够分量的妖魔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油水了。既然你要回京，老婆子我有个不情之求。那翻江妖王虽死，但种连境圆满的妖师浑身是宝，龙角、龙鳞、龙筋皆是打造神兵的极品材料。这般重宝，让别人押送回京，我不放心。这小子除了练剑杀妖，人情世故一窍不通。若是让他一个人上路，怕是被人卖了，还在帮人数钱，指不定半道上就被哪个江湖骗子忽悠去当上门女婿了。婆婆，我不傻，我只是还没遇到合适的。闭嘴，让你说话了吗？哦，所以老婆婆想着，既然顺路，不如你们结伴而行，有你在旁边抵点着，我也放心。再者，这一路上不太平，有这么个免费的顶级打手在，也能省去你不少麻烦。既是柳大人吩咐，晚辈不敢不从命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便这么定了。明日一早，你们便启程。太湖那一刀，差点把老娘底裤都掏空了。好在
这波赌赢了。系统，查看余额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点墨后境。当前可用道行8647年。8600多年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斩寻常大妖撑死给几百年，这一头众莲妖王直接让我一夜暴富。可惜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没法把妖王尸体私吞了，不然这波直接原地升仙。不过，今日那一刀纯靠氪金梭哈，越往上走，敌人越恐怖，必须把这些道行转化为即战力。提升什么呢？要么不练，要练就练到极致，给我加！要么不练，要练就练到极致，给我加！消耗2500年道行，白猿宫进度达点睛。获得天赋博闻强记，过目不忘。2500年就换个过目不忘？我是去杀妖，又不是去考状元，亏麻了！再见！消耗3000年道行，白猿宫进度已达天成。解锁灵印，天妖演武，近5股进阶为白猿一股精通。软实如棉，可卸千钧之力；硬实如钢，可碎金石之坚。这就是白猿宫的一股吗？消耗1200年道行，白虎庚金刀提升至无上层次。这就是无上层次的刀意吗？圆融无漏，无坚不摧，这钱花在刀刃上了。一帮蠢货，出来吧，白猿宫，让我看看天成境界的你脑子有多好使。相爱，请给我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好久不见。自己的直觉。白猿宫正在指导妖魔推演，推演效率大幅增加。我去，自动挂机还能带导师指导，这波不是不亏，这波是捡到核武器了，发财了！江丫头，百年老店的酱牛肉和烧鹅，这一路回京山高水长，错过了素头，这东西顶饿还解馋。多谢。丫头，京城水深，莫要再像在余杭这般拼命，遇着麻烦写封信回来。老子虽然只是个点墨镜的粗人，但带兵去京城给你撑场上还是可以的。好，若真有那一天，定不客气。江巡查，山水有相逢，待来日谢某入京述职，定当备上好酒，再向大人请教。走了。
这死丫头心肠真硬，连个回头都不给。看什么看？魂儿被勾走了。岳将军，你说江大人此去金京会如何？自然是飞龙成云。刘大人，在等我。怎么不在城里待着，跑这荒郊野岭等？那走吧。等等，你不骑马，就靠2条腿走回京城？婆婆临走前没给我发盘缠，我没钱买马。